连接 2.4G 网络可以科学，连接 5G 网络无法科学。重点是，它们居然是同一个路由器。以前家里路由器只要开启科学，总会偶尔出现一些问题，比如电视看剧突然卡顿，王者上分，延迟增加，影响家里人正常使用。所以我干脆让 2.4G、5G 两个 WiFi，一个专门用于科学，另一个保持普通网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刚才演示的这个1G 联网，就是我最近部署的分流架构。整个配置过程其实非常简单，一共只需要2个步骤，一条防火墙规则就能搞定。OK， 我们直接看实操。我们整个方案是基于 OpenClash 展开的。如果你的路由器还没有安装这个插件，可以先去翻一下我之前的教程。首先需要2个 WiFi， 一个负责科学，另一个正常使用。其实现在很多路由器默认就已经有 2.4G 和 5G 两个 WiFi 了，所以这个玩法比我想象中的简单很多。然后把它们放进不同的网络，这样路由器才知道谁该科学，谁不该。像 GLNet 路由器已经默认做好了，它本身就有2个不同网段，所以很多时候甚至不用重新折腾，我们只需要将 5G WiFi 关联到指定网段。我们打开 MDK WiFi Config， 找到我们的 5G WiFi， 将 Bridge 改成 BRGuest， 点击保存并应用。最后只需要加一条防火墙自定义规则，让 2.4G WiFi 科学， 5G WiFi 保持普通网络，整个玩法其实就完成了。我们重启一次路由器，让刚刚所有的修改顺利加载生效。重启完成以后，我们登录路由器网页后台，打开 OpenClash， 确保它已经可以科学。现在想要科学的设备连接 2.4G WiFi， 不需要科学的普通设备连接 5G WiFi。从此科学和物理直连，各司其职，互不影响，这就是同一个路由器下最优雅的网络分流状态。其实在复盘这个方案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玩法的延伸性远不止于此。我们不一定非要动原有的 WiFi， 在很多场景下，你可以完全在不影响原有 5G 网络的前提下，额外虚拟出第3个专属 WiFi， 单独给它绑定 OpenClash 通道。包括在官方原生的 OpenWRT 系统上，利用底层的无线策略，同样能完美实现这种玩法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OpenWRT 这种系统真正让人上头的地方。你以为它只是个普通的路由器，但只要你愿意花心思，它就像乐高一样，总能让你不断的拼凑出新的惊喜，永远都有折腾不完的乐趣。如果你们在分流上还有什么更高效、更好玩的思路，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分享。最后，如果这期视频对你的网络布局有所启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
继续折腾。